从纽约贫民窟的穷小孩到现在拥有47亿的身家，他只靠了一样东西：咖啡。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如果你也喜欢喝咖啡，那相信你对于星巴克一定不会陌生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许多明星走在机场或是在街上被人拍到的时候，经常都会看到他们手上握着一杯星巴克。有了这些名人效应的加持，星巴克一度成为了潮流的代名词。在我小时候那时候社交媒体才刚流行起来，我身边一些家境比较好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借机到星巴克。到了那里之后呢，拿到咖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拍照，然后把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上面。我记得当时几乎所有人去星巴克都一定会打卡的。那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去肯德基、麦当劳是为了上厕所，去星巴克则是为了拍照。而如果去星巴克没有拍照的话，就等于白喝了。当时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羡慕那些同学，但同时也是非常的好奇，星巴克咖啡那么贵，但为何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去呢？它到底有哪一些魅力呢？于是就做了一些调查，后来才发现到，原来这家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店背后竟然源自于一个感人的故事。而建立起这个咖啡帝国的人霍华德·舒尔兹，小时候竟然是一个咖啡小偷。那么今天这一集影片呢，我们就来谈一谈霍华德·舒尔兹到底是如何从一个偷咖啡的小孩摇身一变成为了全球最大连锁咖啡品牌的老板的。霍华德·舒尔兹，他的童年其实一点也不幸。小时候，他的家人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贫民窟的房子里面，在贫民窟只有3个字可以形容：脏、乱、穷。家里唯一一个收入来源就是父亲当卡车司机的微薄收入。他父亲虽然是一个蓝领，但工作非常的勤快，一直很努力，想要给孩子们过上一个好一点的生活。当时他是舒尔兹最尊敬的榜样。但是很不幸的，有一天工作收获的路途当中，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导致他失去了一条腿。当时他既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工伤赔偿，所以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日子久了，父亲也开始变得脾气暴躁，经常借酒消愁，成为了一个整天醉醺醺的酒鬼，还动不动就对家人拳脚相加。舒尔兹开始很害怕这位父亲，而他的母亲也只能够苦苦地忍受着父亲的暴力，终日以泪洗脸。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现在还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这使得他们的一家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的穷苦了。如果幸运的话，餐桌上会有母亲在路上捡来的菜叶，以及打折处理后的咖啡。但可想而知，这些菜叶和咖啡的味道是非常令人难以下咽的。而父亲也经常因为喝到难喝的咖啡而大发雷霆。在舒尔兹12岁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家家户户都充满着愉悦的氛围，大家都欢欢喜喜地张罗圣诞大餐，准备迎接圣诞节。但是舒尔兹一家这时候已经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了，因为母亲已经不知道要找谁借钱给他们了。父亲一气之下，将心中的怒火转移到年少无知的孩子们身上，他骂：你们这些吸血鬼，朝着要把孩子们赶出家门。舒尔兹的母亲看到这一个场景，自然是非常伤心的，只好让舒尔兹带着2个弟弟妹妹到街上去玩。在大街上充满着各种圣诞摆设和歌曲，他们的心情也逐渐受到了圣诞氛围的感染。走着走着，他们走到了一家便利店，这家便利店的门口就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舒尔兹的眼光瞬间就被吸引住了，因为这些都是他以前不曾看过的东西。突然，他的余光看到一个包装精美的咖啡罐，这让他想起了父亲每天吃饭时都抱怨咖啡难喝的场景。他想，要是能够让悲伤的父亲可以在圣诞节上喝一口浓郁好喝的咖啡，说不定他却变得开心起来了。一瞬间，一个大胆的念头从舒尔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让弟弟妹妹们先自己回家。他看了一下四周围，趁四下无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这一罐精美的咖啡拿起来塞进自己的棉衣里面，拔腿就想要跑走了。可不幸的是，这一幕刚好被走出来的店长发现了。店长非常的生气，大喊道：小偷别走，并且又往他的方向追着跑。此时这个小男孩的想法非常的简单，他只想要把这一罐包装精美的咖啡送给父亲当圣诞礼物，因为他太想要他的父亲高兴了。于是他用尽全力，一直拼命的跑，躲开了店长的追赶。舒尔兹回到家，把这一罐精美的包装交给了父亲。当时喝得烂醉的父亲是非常的惊讶，问他：你的这个咖啡是从哪里来的？他结结巴巴的说：我是捡来的。幸好父亲并没有追问下去，还轻轻的摸了摸他的脑袋，说：谢谢你，孩子。
就这样，圣诞前夕，他们一家人就和乐融融的围在一起，喝着舒尔兹捡来的咖啡，都称赞着咖啡非常的好喝。舒尔兹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很久没有看到父亲母亲笑得那么的灿烂了。但就在这一个时候，大门突然一阵响，便利店的店长还是找上门来了。他破口大骂，并且要索取这一个昂贵的咖啡的钱。当然，那一个晚上，他自然不能躲过父亲的一顿暴打。在那一次，幼小的舒尔兹虽然被打得满身都是伤痕，但他一点都没有喊痛，因为他的心里才是痛得难以言语。他不明白，为了自己冒险偷咖啡送给父亲，只想要看到他的笑颜，却遭到他一顿毫不留情的毒打。也因为这样，从此舒尔兹对父亲由当初的恐惧变成了憎恶。这个圣诞节，因为一次的偷咖啡事件，给他带来的是痛苦的回忆。经过那一天晚上之后，舒尔兹暗暗的发誓，一定要努力奋斗，改变家里的经济状况，让母亲不再那么辛苦，不用每天厚着脸皮去捡菜叶跟别人借钱，而且还要让家人喝得起美味的咖啡。于是他开始打零工，在报社送过报纸，在快餐店当过服务员，在寒冬的时候为皮衣生产商拖拽运动皮，在夏天的时候为运动鞋店的蒸汽房处理过纱线。而这些他辛苦换来的血汗钱，经常还会被父亲抢去一部分去买酒。直到有一天，舒尔兹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收到了大学录取的通知书，他优越的成绩考上了大学。父亲在知道之后，却用了很不屑的眼光对他说：“你已经高中毕业了，就应该去挣钱养家，帮补家用，还上什么狗屁大学啊？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听到这些话，舒尔兹非常的难过和愤怒，他觉得父亲根本就不了解自己在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才获得这一份录取通知书的，还用了这一句话否定了他理想中美好的未来。于是便大吼回去说：“你无权决定我的人生，我绝不甘心像你一样做一个卡车司机，连梦想都没有，还带着家人过着朝不保夕、毫无希望的日子。我真为你是我的父亲而感到非常的悲哀和羞辱。”听到舒尔兹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可以明显看得到父亲脸上露出一丝难堪和难以置信的表情，他甚至还为此感到有一点得意。就在舒尔兹为筹备大学学费而感到烦恼的时候，北米歇根大学的野猫球队看中了他的橄榄球技，答应给他一笔奖学金，让他可以到北米歇根大学就读。上大学之后，舒尔兹意识到橄榄球并不是自己未来的方向，于是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面。大学毕业后，舒尔兹在施乐公司获得了一份营销工作。凭着努力和勤奋，他很快就成为了销售队伍当中的佼佼者。不久之后，他更是跳槽到一家主要出售绿地咖啡壶和其他家居用品的瑞典厨具公司 Hammer Plus， 成为了该公司美国分行的副总裁。他这样努力，只是为了向他父亲证明自己选择的人生是没有错的。当他赚到一笔可观的佣金之后，他就立即寄一笔给他的母亲，而且还破天荒的送给他父亲一箱来自于巴西上等的黑咖啡豆。他打了电话回家，母亲让他和父亲聊几句。父亲说了没有几句，他又开始用不屑的语气说道：“你拼命去读大学，就是为了能够买得起咖啡吗？”舒尔兹毫不客气地说道：“是的，我用努力证明了自己能够买得起咖啡，也买得起自己想要的人生。而你最好用这些巴西咖啡豆为自己冲调一包真正的黑咖啡，品尝一下苦涩的滋味是怎样的吧。”就这样，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糟糕了。直到有一天，舒尔兹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他说父亲非常的想念他，希望他能够回去看看。那时候舒尔兹以为只是母亲骗他回去的伎俩，因为父亲从来都不会是说想念他的人。再加上正好有一个大客户需要他去谈判，他拒绝了母亲的请求。但是在1周之后，舒尔兹回到了布鲁克林区的老房子，他看了看父亲平时坐的那一个沙发，但却第一次没有见到父亲坐在那里。也许是父子之间的一种默契，他的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后来他才得知，就在母亲给他打电话的第2天，父亲因为脑溢血而去世了。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舒尔兹的心揪得很紧，但他却装作没有一回事。后来他在收拾父亲的遗物的时候，看到父亲留下了一桶木箱，意外发现里面竟然藏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咖啡罐。舒尔兹一眼就认出了，正是他12岁的时候为父亲偷来的圣诞礼物。他发现在盖子上刻着一行字，是父亲的字迹：孩子送的礼物，1965年圣诞节。舒尔兹的鼻子酸了一酸，他不曾想过父亲会如此珍视这一个咖啡罐的。他发现里面还藏着父亲留下的一封信，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儿子，作为一个父亲，我的确失败，既没有给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也没有办法供你上大学。我的确是你所说的粗人，但是孩子，其实我也有自己的梦想。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拥有一家咖啡屋，能够穿上干净的衣服，悠闲地为你们研磨和冲泡一杯浓香的咖啡。然而这个愿望我没有办法实现了。我希望儿子你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幸福，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让你明白我的心情。似乎只有打骂才能够让你注意到我这个父亲。读到这里，他的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最终还是掉了下来。他很后悔自己之前用如此糟糕的态度对待父亲。如果时光能够重来的话，在接到母亲的电话之后，他一定立即赶回家的。后来有一次出差，舒尔兹走进了西雅图的一家叫星巴克的店。在当时候的美国，罐装咖啡是主流，但这家店主要出售高品质的咖啡豆和咖啡器材，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惊喜。再加上里面的浓郁咖啡香深深地吸引着他，这让他想起了之前他第一次送给父亲的浓郁咖啡，和家人一起和乐融融喝咖啡的场景。经过一轮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辞掉原本年薪7.5万美元的职位，帮这家店进行市场推广，完成父亲的心愿。然而光是提供原料并不能体现咖啡的意义，舒尔兹要做的是要把咖啡变成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放眼当时的美国，并没有出现他理想的咖啡经营模式。而有一次，他在意大利的米兰的咖啡馆找到了他要的答案。这里的咖啡馆每家都坐满了顾客，店员们一边熟练地压制咖啡豆、蒸牛奶、调制诸如卡布奇诺、拿铁这样的浓郁咖啡，一边和顾客闲聊，一派安适的温馨画面。当他喝到第一杯意大利香奶咖啡的时候，他顿时领悟到，原来放松的氛围、交易的空间、心情的转换，才是咖啡馆真正吸引顾客一来再来的精髓。大家要的不是喝一杯咖啡，而是渴望享受咖啡的时刻。富有经商头脑的他急于把这个想法带回美国，于是他回到西雅图之后，便跟当时的星巴克3位创办人、英语老师 Jerry Bowen、作家 Gordon Bowker 和历史老师 Jack Seeger 说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但却无情地被拒绝了。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要把星巴克给做大，他们觉得把星巴克转型成餐厅是一个很低俗的做法。无奈之下，舒尔兹只好选择离开星巴克，打算自己实现这一个愿景，做一个吃螃蟹的人。为了筹集资金，他先后找来了242位的投资人谈话，却被其中的217人拒绝了。正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星巴克的创始人 Jerry Bowen 找了他，对他说，虽然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公司，但我们支持你。随后便拿出了15万美元的支票递给了舒尔兹。舒尔兹最终筹集了开业所需的40万美金资金。在1986年，他开设了自己一家小型的咖啡馆，取名为意大利语 Ile Giornale Coffee。慢慢的，这个咖啡店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同时间，在1987年，星巴克却遭到了困境，准备要出售。舒尔兹知道之后，就立刻再次筹集资金，将星巴克以380万美元的价格买了下来，成为了星巴克的 CEO。收购星巴克之后，他将天天咖啡、Ile Giornale和星巴克结合，并带领星巴克开始往各地扩张。当时候，星巴克已经发展到了125家门店，实现了第一个季度的盈利，总市值达到了2.5亿美元。在他2018年退休的时候，星巴克已经从11家门店扩张到了全世界77个国家，超过28000家的门店，股价跟上市的时候相比增长了210倍，成为市值高达780亿美元的全球最赚钱的咖啡连锁店。而他也从一个贫民窟的小孩，成为了如今拥有47亿身家的富豪。就像是舒尔兹年轻的时候所说的那样，是的，我用努力证明了自己买得起咖啡，也买得起自己想要的人生。如果上天没有善待你，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家世和环境，也请你不要放弃自己，真实的付出行动和努力，去让自己买得起自己的梦想。最后的最后，也请大家留言让我知道，你是否经常会去星巴克办公和学习呢？而你又认为星巴克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欢迎大家留言写下你的答案，看看是否有人跟你是一模一样的。谢谢大家的观赏，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并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经常去星巴克的朋友吧。我们下一集再见。霍德华·舒尔兹，霍华德，霍舒尔兹，霍德华，霍华德。